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有点沉重，但却是两岸婚姻中不得不提的现实问题。我们今天要讲的女主角叫小芳，是从大陆湖南农村嫁到台湾的陆配。原本以为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家，却在10年婚姻后被驱逐出境，人生陷入绝境。这个故事要从头说起，也许能给准备跨海婚姻的姑娘们一些警醒。小芳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偏远山区，家里世代务农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。她从小就跟着父母在田间劳作，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在家，全家人住在低矮的土砖房里，连基本的自来水都没有，每天要走半个小时的山路去挑水。这样的生活对于很多城市人来说简直难以想象，但在中国许多农村，这样的生活状态并不少见。那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住在有自来水和厕所的房子里，能够不用再起早贪黑地干农活。小芳回忆起当年的生活，眼中满是心酸。20岁那年，村里来了一个做媒的阿姨，说有台湾的男人想找大陆姑娘做老婆，条件很好，家里有钱，在台北有房有车，还愿意给彩礼钱。这对穷困的小芳一家来说，简直是天大的好事。要知道，那时候的台湾在大陆人眼中可是宝岛啊，经济发达，生活水平高，嫁去台湾几乎是许多农村姑娘的梦想。虽然她从未见过这个台湾男人，但是父母觉得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，而且媒人带来了照片，对方看起来人模人样。年纪虽然比小芳大了将近20岁，但在农村，这种年龄差距的婚姻并不罕见。当时我爸妈特别高兴，觉得我这辈子可算是有出息了，还跟邻居们炫耀说女儿要嫁去台湾当阔太太了。小芳苦笑着说，其实我心里也有点害怕，毕竟是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但是想到能够摆脱贫困，还能帮家里改善生活，我就咬牙答应了。就这样，21岁的小芳通过相亲介绍所认识了40岁的台湾男人阿强，两人只见过2次面，寥寥几句对话，加上一些视频通话，就决定结婚了。阿强给了小芳家5万元人民币的彩礼，在当时的农村，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足够小芳的父母翻修老房子，还能剩下一些钱。婚礼在小芳的村子里简单举行后，她就跟着阿强坐飞机去了台湾。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，小芳离开了生活了20多年的家乡，前往那个她幻想中繁华富裕的宝岛。刚到台北的时候，我真的被震撼到了。小芳回忆道，高楼大厦、干净的街道、发达的交通，跟我们村子完全是2个世界。阿强家住在台北市区的一栋大楼里，有电梯，有中央空调，厨房和卫生间都很干净，我觉得自己真的像是做梦一样。小芳曾经以为自己找到了天堂，但好景不长。初到台湾的新鲜劲过后，现实问题逐渐浮现。首先是语言障碍，虽然两岸都说中文，但台湾的国语和闽南语口音让小芳很难适应。更重要的是文化差异，小芳发现台湾社会和大陆有着天壤之别。很多台湾人对大陆配偶有偏见，觉得我们都是为了钱才嫁过来的。街坊邻居表面客气，但私底下总有闲言闲语。阿强的朋友们见到我也总是客客气气的，但我能感觉出他们的疏离。小芳说道，更让小芳始料未及的是，阿强并非他想象中的成功人士。虽然家里确实住在市区的公寓，但那是阿强父母留下的房子，他自己只是一家小工厂的技术工人，收入并不高。而且阿强还有一笔不小的债务，这是他一直瞒着小芳的秘密。结婚第2个月，他就让我去找工作，说台湾生活成本高，2个人都要工作才能过好日子。小芳说，当时我心里很失落，因为在大陆时他承诺过会养我的，让我在家当全职太太。由于语言不通，又没有专业技能，小芳只能在一家小餐馆当服务员，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，工资却很低。最令她难过的是，赚来的钱大部分都要交给阿强，说是用来还债，她自己只能留很少的零花钱。那时候我才知道，台湾社会很发达，但并不代表每个台湾人都很富有。小芳感叹道，台湾确实比大陆农村好很多，但它也有自己的社会问题和贫富差距。我这才明白，阿强之所以要找大陆农村姑娘结婚，
是因为台湾本地的女孩不愿意嫁给他这样的条件。在台湾，大陆配偶的身份问题一直是个敏感话题。根据台湾法规，大陆配偶必须通过依亲居留才能在台湾生活。要获得长期居留资格，需要满足一定条件并居住满一定年限，最终才能申请定居并取得身份证。刚去台湾的时候，我连自己的身份证明都没有，出门都要带着结婚证和居留证，做什么事都受限制。小芳无奈地说，最可怕的是，这个居留身份完全依赖于婚姻关系，如果离婚或是配偶死亡，就可能被驱逐出境。小芳的依亲居留每2年需要更新一次，而每次更新都需要阿强的配合和担保，这使得她在婚姻中处于极不平等的地位，很多时候即使受了委屈也不敢吭声，因为一旦阿强不愿意再为她办理居留延期，她就可能面临被遣返的命运。有一次我和阿强吵架，他就威胁我说不帮我续签居留证，这让我整夜睡不着觉。小芳回忆道，那种感觉真的很绝望，就像是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到了别人手上。这种身份上的弱势让小芳在婚姻中备受压力，即使阿强对她要求越来越过分，她也只能忍气吞声，白天在餐馆工作，晚上回家还要负责所有家务，周末还要伺候阿强的父母。这样的生活让她身心俱疲，但她还是撑了下来，因为她心里还有一丝希望，希望能尽快拿到台湾身份证，那样她就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保障。对于很多嫁到台湾的大陆女孩来说，除了身份问题，婆媳关系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小芳的公婆虽然表面上接纳了这个大陆媳妇，但骨子里还是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。我婆婆经常在亲戚面前说大陆妹如何如何不懂事，不了解台湾风俗习惯。小芳说起这些往事时，眼睛里噙满泪水。有时候我做菜放的盐多了一点，她就说大陆人口味重。我说话声音大一点，她就说大陆人粗鲁不懂礼节。更让小芳难以接受的是，婆婆经常当着她的面数落她家乡的贫穷，好像她来自穷困的农村是一种原罪。她会说还好我儿子把你娶过来，不然你还在农村吃苦，这样的话让我很没面子，也很伤心。公婆对小芳的态度也直接影响了阿强。阿强原本对小芳还算不错，但在父母的影响下，逐渐也开始嫌弃小芳的农村出身。他越来越喜欢跟我强调他是如何救了我，让我过上好日子，好像我欠他似的，必须对他言听计从。这种复杂的家庭关系让小芳一度陷入抑郁，她想过逃离这段婚姻，但是想到自己在台湾举目无亲，又担心被遣返回大陆后无法面对家人和村里人的闲言碎语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忍受。除了家庭关系，小芳还面临着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问题。在台湾生活久了，她的思想和习惯已经悄然改变，但她又无法完全融入台湾社会。去大陆，台湾亲友觉得我是大陆人；回大陆，家乡人又觉得我变了，说话做事都台湾腔了。小芳说，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，感觉既不是这里的人，也不再是那里的人。这种身份的模糊感让小芳常常陷入自我怀疑，她开始质疑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否正确，是否值得为了有个家而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。台湾确实比我的家乡富裕很多，物质生活好了，但我内心却越来越空虚。小芳说，我原以为金钱和物质能带来幸福，但现在我明白了，幸福其实是发自内心的，是被尊重、被爱护的感觉。小芳结婚5年后，阿强的父亲过世了，留下了一笔不小的遗产。按照台湾的习俗，这笔遗产应当由阿强作为独子继承。急着这笔钱，阿强在台北市郊区买了一套较大的房子，看起来宽敞明亮，装修也很考究。那时候我还挺开心的，觉得终于有了自己的家，不用再住在狭小的老公寓里了。小芳回忆道，我还特意拍了照片发给家里人看，他们都夸我嫁得好，羡慕我住上了豪宅。然而这个所谓的豪宅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阿强为了买这套房子，不仅用光了遗产，还申请了一笔巨额贷款，而这些财务状况他都没有告诉小芳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套房子背着几百万新台币的贷款，每个月的还款压力很大。小芳叹气道，阿强不仅要我把工资全部上交，还逼我去做2份工作，说是为了共同的家。
小芳白天在餐馆工作，晚上又去超市当收银员，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。即使这样拼命赚钱，她也从来没有机会参与家庭的财务决策，甚至连自己辛苦赚来的钱最后去了哪里都不清楚。有一次我问她钱都用到哪里去了，她就发脾气，说我是大陆妹，懂什么？要不是她，我还在农村吃糠咽菜呢。小芳说起这段往事，脸上满是屈辱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不仅有房贷，还欠了一屁股赌债，我的血汗钱全都进了她的口袋。就在小芳以为生活已经够艰难的时候，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。结婚第6年，小芳终于有资格申请台湾的长期居留，这意味着她离获得身份证又近了一步。然而就在申请过程中，意外发生了。移民署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我的资料有问题，需要进一步调查。小芳回忆道，我当时一头雾水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。经过调查，移民署发现小芳当初的结婚申请中，有关她家庭背景的资料被造假了。原来，当初介绍他们相亲的中介机构为了让婚姻顺利成功，谎称小芳是大学毕业生，家庭条件良好，只是想找个台湾丈夫而已。而阿强明知这些资料是假的，却没有纠正，反而配合中介提交了虚假材料。我整个人都崩溃了，小芳哭着说，我从来不知道有这回事，但移民署的人根本不信，他们认为这是我和阿强共同的欺骗行为。更让小芳感到绝望的是，阿强在面对调查时竟然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他身上，声称是小芳主动提供虚假资料，而他只是被蒙蔽的受害者，他居然睁着眼睛说瞎话。明明当初是他和中介一起造的假，现在却说是我骗了他。小芳气愤地说，我这才明白，他从一开始就没把我当成平等的伴侣，只是把我当成一个可以随时抛弃的大陆妹。由于资料造假的问题，小芳的长期居留申请被驳回，而且她之前的依亲居留资格也面临被撤销的风险。在发现身份问题后，阿强的态度彻底变了，他开始对小芳拳脚相向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甚至威胁要让她被遣返回大陆。一开始他只是言语上羞辱我，后来慢慢演变成推搡、长乖，再后来就是拳打脚踢。小芳说，最可怕的是，他总是打完我后又道歉，说是因为工作压力大，让我原谅他。我当时真的很傻，以为他会改变。小芳曾经尝试向警方求助，但由于语言障碍和身份的特殊性，她的求助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回应。在台湾的亲友圈子也都是阿强的人脉，没有人愿意帮助他这个外来者。有一次他喝醉酒后差点把我打死，我躲在卫生间里一整夜不敢出来。小芳哽咽着说，那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天涯海角无处可逃的绝望。在长期的家暴中，小芳不仅身体受伤，精神上也遭受了巨大的创伤。她开始出现失眠、焦虑、抑郁等症状，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。我真的很后悔当初的决定，觉得自己上了一艘贼船，却无法跳下去。小芳说，我已经失去了青春年华，又没有积蓄，回大陆能做什么？怎么面对父母的期待？怎么面对乡亲们的闲言碎语？就在小芳陷入绝望的时候，一场更大的风暴来临了。在她结婚第8年，阿强突然提出要离婚。那天他拿着一份离婚协议书回家，二话不说就让我签字。小芳说，她说她已经在外面有了新欢，一个台湾本地女孩，年轻漂亮，还有稳定的工作，比我这个乡下妹强多了。面对突如其来的离婚要求，小芳陷入了两难。一方面，她早已对这段充满伤害的婚姻心灰意冷；另一方面，一旦离婚，她在台湾的居留身份就会立即丧失，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。我求她给我一些时间准备，至少让我想想回大陆后的出路。小芳说，但她根本不管，说如果我不签字，她就去移民署举报我当初的资料造假，让我被强制遣返。到时候连在台湾的积蓄都带不走。被逼无奈的小芳最终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，而这一签就等于宣告了她在台湾生活的终结。根据台湾的规定，陆配一旦与台湾配偶离婚，若没有子女抚养权或其他特殊情况，就必须离境。签完字的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成了无家可归的人。小芳泪流满面地说，我的家
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家，只是一个暂时的落脚点。一旦失去了价值，就会被无情的抛弃。离婚后，小芳的居留证被注销，移民署给了她1个月的时间准备离境。10年的台湾生活，最终要在这样狼狈的情况下画上句号。我住在一个廉价旅馆里，每天都在想自己的未来。小芳说，10年了，我的青春都献给了这段婚姻。现在除了一些微薄的积蓄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更让小芳痛心的是，她无法向家人解释自己的处境。在家乡的父母和亲友眼中，她嫁去台湾是飞上枝头变凤凰，如今落魄而归，如何面对？我不敢告诉父母真相，只能说是我和阿强感情不和，决定分开。小芳说，他们还劝我再给婚姻一次机会，说毕竟在台湾生活条件好，不要轻易放弃。他们哪里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啊？在离境前的最后几天，小芳去了台北的一个公园，正好遇到一个社工组织在为陆配提供法律咨询。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详细讲述了自己的经历。那位社工听完我的故事后很震惊，他告诉我，我其实可以申请家暴受害者的特殊居留，但前提是要有家暴的证据和报案记录。小芳说，可惜当时我报警的记录不完整，而且阿强早就把我赶出了家门，我根本拿不到任何证据。社工建议小芳可以尝试申请延期离境，同时寻求法律援助，看是否还有其他途径可以保住在台湾的居留权。但经过多方奔走，小芳最终还是没能找到留下的合法途径。在离境前的最后一天，小芳站在台北的街头，看着熟悉的景色，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。我只是想有个家，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。她喃喃自语道，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愿望对我来说却这么难？被驱逐回大陆后，小芳回到了湖南老家，面对亲友的疑惑和闲言碎语，她只能编造自己在台湾生活得很好，只是想念家乡才回来探亲的谎言。刚回来的那段时间，我整个人都崩溃了，常常半夜醒来就开始哭。小芳说，我感觉自己的人生被彻底毁了。30多岁了，没有学历，没有技能，又有一段失败的婚姻，谁还会要我？小芳的父亲看出了女儿的不对劲，细心开导她，鼓励她重新振作起来。我爸爸说，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我在台湾的经历再痛苦，也是一种成长。小芳回忆道，她说我比以前懂事了，也见过世面了，这些都是宝贵的财富。在父亲的鼓励下，小芳慢慢走出了阴影。她利用在台湾学到的普通话和一些简单的英语，在县城找了一份旅行社的工作，负责接待台湾游客，虽然收入不高，但总算能够独立生活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觉得自己当初太天真了。小芳感叹道，嫁去台湾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捷径，反而可能带来更多的问题。如果我当初肯努力学习，提升自己，说不定在大陆也能过上不错的生活。小芳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跨海婚姻背后的复杂现实。她的经历告诉我们，台湾社会确实很发达，但并不是所有台湾人都富裕。婚姻不应该是逃避贫困的工具，而应该建立在相互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。通过小芳的故事，我们也看到了台湾社会的另一面。台湾确实是一个相对富裕和发达的地区，但也存在着贫富差距和社会问题。很多大陆姑娘以为嫁去台湾就能过上好日子，但其实台湾也有很多人生活并不宽裕。小芳说，特别是那些来找大陆老婆的台湾男人，很多都是因为在当地找不到合适的对象，所以才转向大陆寻找。台湾社会的发展确实比大陆许多地区要早，整体生活水平也较高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台湾人都过着优渥的生活。台湾同样面临房价高涨、薪资停滞等问题，年轻人买不起房、结不起婚的现象也很普遍。阿强经常跟我炫耀台湾多么发达，但其实他自己的生活也很拮据。小芳说，他的工厂工作不稳定，常常加班却拿不到多少加班费，买房子也是靠贷款，每个月还款压力很大。更令人深思的是台湾社会对大陆配偶的态度。表面上看，台湾社会提倡多元包容，但在实际生活中，许多陆配仍然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歧视和偏见。有些台湾人一听说我是大陆妹，态度就变了。小芳回忆道，曾经有人直接问我是不是为了钱才嫁来台湾的，
还有人怀疑我是不是共谍。这些话真的很伤人。在法律层面，虽然台湾有相关法规保护外籍配偶的权益，但对大陆配偶的政策却相对严格。从申请入境到获得身份证，大陆配偶需要经过的程序比其他国家的外籍配偶要繁琐得多，等待的时间也更长。我认识一个越南姑娘，嫁来台湾4年就拿到身份证了，而我们大陆人至少要等6年。小芳说，而且期间稍有不慎，比如资料有误或是婚姻出现问题，就可能前功尽弃。这些政策上的差异反映了两岸关系的复杂性，也给像小芳这样的陆配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压力。小芳的故事引发了我对跨海婚姻的深刻反思。大陆女孩嫁去台湾，到底得到了什么？又失去了什么？首先，物质生活确实有所改善。台湾的基础设施、医疗制度、社会保障等方面普遍比大陆农村要好，这也是许多大陆姑娘向往的原因。小芳虽然最终被迫回到大陆，但她在台湾的10年生活确实让她见识了不同的世界，开阔了眼界。在台湾，我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、网络购物、做捷运等现代生活方式。小芳说，这些经验让我回到大陆后适应城市生活变得容易多了。但与此同时，这些女孩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她们放弃了在原有环境中的社会关系和支持网络，远离亲人朋友，来到一个文化和生活方式都有差异的陌生环境。一旦婚姻出现问题，她们往往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。在台湾的10年，我几乎没有真心的朋友。小芳说，同是陆配的姐妹们各自有各自的难处，台湾本地人对我总有距离感，我真的很孤独。此外，身份的不平等导致这些跨海婚姻中的陆配常常处于弱势地位，容易遭受配偶的控制和伤害。他们为了保住在台湾的居留权，不得不忍受种种不公正的对待，这无疑是对人格尊严的巨大伤害。我最后悔的就是为了一纸居留证，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和原则。小芳表示，如果可以重来，我宁愿留在大陆脚踏实地的生活，也不愿意用青春换取那种虚幻的幸福。作为一名相亲红娘，我接触过不少向往嫁去台湾的大陆姑娘。通过小芳的故事，我想给这些姑娘们一些忠告。首先，不要把嫁去台湾视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。近年来，大陆的经济快速发展，很多城市的生活水平已经不亚于台湾。与其冒险远嫁，不如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努力打拼，提升自己的能力和价值。现在大陆的发展多快啊！小芳感叹道。我那些留在家乡的同学，有的开了网店，有的去城里打工后自己创业，生活过得比我还好。我要是早知道这样，打死也不会嫁去台湾。其次，如果真的决定跨海婚姻，一定要充分了解对方的背景和性格，不要被表面的条件所迷惑，更不要过分依赖中介机构的介绍。最好能够亲自前往台湾，实地考察对方的生活状况，了解当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差异。当初如果我能多了解一下阿强的真实情况，就不会这么盲目了。小芳说，媒人只告诉我他有房有车，却没说房子是贷款买的，车子是二手的。这些表面的光鲜亮丽，骗的就是我们这些不懂行情的农村姑娘。最重要的是，无论身在何处，都要保持独立的人格和经济能力，不要把希望全部寄托在配偶身上，而是要学会自力更生，掌握一技之长，这样才能在婚姻中保持平等的地位，也能在婚姻出现问题时有能力独立生活。我现在最大的感悟就是，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能力和收入。小芳坚定地说，无论嫁给谁，都不能完全依赖对方。有了自己的经济能力，才能有说话的底气，才能真正获得尊重。我只是想有个家，这是小芳被驱逐出境时的泪崩自白，也是无数像她一样的陆配的心声。但是家的真正含义是什么？是豪宅？是身份？还是更深层次的情感联系和心灵归属？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在台湾的那栋所谓的豪宅，从来就不是我的家。小芳说，真正的家应该是一个让你感到安全、温暖、被爱的地方，而不仅仅是一个有屋顶的住所。小芳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跨越千山万水寻找的幸福，有时候反而离我们很远，而真正的幸福可能就在我们身边，只是我们没有及时发现和珍惜。
如今的小芳已经在县城安顿下来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虽然物质条件比不上台湾，但她找回了自己的尊严和价值，也重新体会到了家人的爱和支持的重要性。我现在的小房子虽然简单，但真的是我的家，没有人可以把我赶走。小芳微笑着说，我终于明白，家不是用嫁妆换来的，也不是用青春换来的，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和努力建立起来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捷径可以通往真正的幸福。无论是在哪里生活，只有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，才能最终拥有属于自己的家。希望小芳的故事能给正在考虑跨海婚姻的姑娘们一些启示和警醒，同时也希望社会能够给予像小芳这样的陆配更多的关注和支持，帮助他们走出困境，重建人生。好啦，今天的相亲故事就分享到这里。作为相亲红娘的丽姐提醒大家，婚姻不是买卖，不是交易，而是两个平等的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和共同成长。希望每一位追求幸福的人都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份美好。下次我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婚恋故事，敬请期待。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。